又香又嫩又软，一口吃下去满嘴爆汁。朋友们，香味浓郁、满屋飘香的葱烧大排，最详细的做法来了，教您一个大排嫩化怎么煮也不会变老的实用小技巧。虽然常见的做法是用带骨头的里脊肉，但是想要最嫩，还是用梅花肉。它的缺点是煎出来形状不够漂亮，难免会出现少量的卷曲，有些部位筋膜特别多。我们先把它切成小拇指粗细的厚片。买回来的梅花肉一般很难特别板正，很明显有几块猪排厚度差别比较大。那么下一步有请牛排锤，用它锤一锤就能把厚薄锤到一致了。常言道大力出奇迹嘛，没有牛排锤的朋友也可以用刀背锤一下。至于那些本身比较平整的，锤起来更轻松。经过捶打破坏了纤维结构，肉排更加的松软多汁。通过捶打可以变得特别薄，但是也不要捶得太薄，最终捶到厚度变成先前一半左右。像这种大片的筋膜呢，要么把它切掉，要么用刀剁一下，切上正方形的花纹。有没有朋友像我一样觉得肉筋最好吃？全部搞定后，把它们放入大盘里面，一共大约400克，加入1克盐，加入0.5克的胡椒粉。然后加入2勺量的料酒，大约30克，加入2勺量的生抽，大约30克。接着我们用双手不停地抓，把调味品充分抓拌均匀，让肉排吸收全部的水分。用梅花肉腌制就比较简单，不需要加鸡蛋清改善口感，也不需要生姜汁嫩化，本身特别嫩，吃起来原汁原味，肉香味十足。充分抓匀后，我们再加入2大勺的玉米淀粉，大约18克左右，还是用手抓匀，给它们包裹上一层淀粉外衣，用来锁住水分。如果太干的话，可以适量补充一点点水，抓成这个样子才可以，完全包裹住。最后我们加入少量的植物油，充分抓匀，把猪排用油封一下，既可以防止粘连，也能防止它们出水。然后放一盘腌制至少半个小时。等待的时间，我们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把根部切掉后切成长段。再把葱白葱绿分开，放入大盘里面，再切姜片20克放进来。下一步我们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生抽40克，加入老抽20克，料酒20克，黑胡椒粉1克，最后加入2勺白糖，大约15到20克，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。这道菜的风格本来就是浓油赤酱回甜。下一步我们先把肉排煎一下，朝锅中加入适量的植物油，油的量要至少不满锅底，油温4-5成。我们小心的把肉排放入锅里面，把它们放平整，彼此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从而避免彼此粘连。用中火煎就可以了。我们先煎一半的肉排，下锅之后先不要动，静待个10几秒，等它们底部定型。定型后轻微晃动锅体，让它们受热均匀。根据火力不同，大约煎个2到3分钟。煎好一面后，把它们翻过来煎另外一面，还是先不要动，静待个10几秒，等底部定型，就可以关火把它们夹出来备用。锅中的油继续加热，用同样的方法煎完剩下的肉排。煎好后，还是把它们夹出来，把油沥一下。我们看一下，煎完的油都是很干净的，一点都不浑浊，几乎没有杂质。接着我们把锅中的油倒掉一半，留一半底油。大排煎好之后，我们再煎葱，4成油温，先下入全部的姜片，把它们煸炒一下，把它们爆香，把姜片煸炒到表面微微焦黄，然后就可以下入全部的小葱白，用筷子把它们翻炒一下，把它们炒香炒软。接着加入全部的小葱，翻炒个5-6秒，把它们也全部炒香炒软。再把大排均匀的平铺在葱的上面，然后旋转淋入全部的料汁。接着我们加入开水，水的量要刚好能够没过全部猪排，切记一定要加开水，千万不能加冷水。加冷水肉质会变柴。水开后盖上盖子，转最小火焖个4到5分钟。时间到，开盖把肉排翻个面，让2个面均匀的入味，还是盖上盖子再焖个4到5分钟。最后打开盖子，开大火收汁。收汁可以控制咸淡，收到汤汁浓稠即可起锅上盘。一道葱香扑鼻、鲜嫩好吃的葱烧大排就完成了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